现在发达了，要赶我走！翠兰，这3个月的抚养费我已经汇过去了，婉婉就托你照顾到年后，谢谢了。合同9点半签，我在路上了。放心，这次融资必须拿下。婉婉，你可算找对门了。老家房子拆了，你弟也没个正经工作，姨实在没地方去了，就住2星期，找到房子马上走。哟，表姐这房子真大，冰箱在哪儿？姨，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合同要签。你忙你的，自家人不用招呼。姨，我收留您是因为爸去世后您照顾过我3个月，但我明确一下，暂住时间2周，期间请尊重我的私人空间。知道，姨不是那种不懂事儿的人。婉婉还没睡啊，姨睡不着，想着帮你规整规整。姨，这间衣帽间是我的私人空间，请您不要动。婉婉，你是不是嫌弃姨？姨又不是外人。您是我表姨，但我们约好的是暂住2周，期间请尊重我的边界。好，不动，你快去睡，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婉婉，姨熬了小米粥，喝一碗再走。谢谢姨，我赶时间。对了，昨天挪回去的衣服，请保持原样。你放心，姨不是那种没分寸的人。哼，妈，他不是别动吗？你傻啊！他一天到晚不在家，回来发现又能怎样？婉婉回来啦，姨给你削了苹果。姨，储藏室里的礼服是怎么回事？嗨，那不是给你腾地方吗？你衣帽间那么多好衣服，那裙子你都没怎么穿过。刘姐辞职了，你让她走的。哦，那个保姆啊，做的菜又不好吃，1个月还那么多钱。以后姨来做饭，姨来收拾，这不省了吗？自家人做事不比外人强？哼，这么一小瓶得好几千吧，脸真金贵。就一瓶擦脸油。姨，我浴室里那瓶新面霜，您动过吗？上午姨帮你收拾柜子，想着给你擦擦灰，那个白瓶子吧，不小心划了一下，不要紧吧？那瓶面霜8000块，是我送朋友的开业礼物。8000，我1个月工资都没有8000，表姐你脸可真值钱。婉婉，姨也不是故意的。你小时候来我家打碎我那瓶酱油，姨说啥了？那瓶酱油3块5，可那时候3块5是姨一天的饭钱。姨不是赖账，姨是真没钱赔，姨就你一个亲人了。姨，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我跟您说过，请您不要进我的卧室，不要动我的私人物品。哟，你这话说的，你卧室是金銮殿啊，姨进不得。你现在住大房子了，嫌姨脚脏了是不是？这个摄像头上周6联网的，您摔碎面霜之后扫进垃圾桶的整个过程都有记录。
江女士，您今天联系我们要的公共区域监控记录已经调出来了，近1周楼道监控拍到您家访客10余次，是否均属于您知情范围？姨，您未经我同意进我卧室拆我的私人物品，还造成了实际损失。我不是要您赔钱，我要的是边界感。婉婉，你说的这么严肃。从今天起，我的卧室和书房请不要进，我的东西请不要碰。你爸妈走的那年你才6岁，是谁日夜抱着你哄？表姐，我妈说的没错吧？做人不能忘本。姨，您照顾我那3个月，我一辈子都记得，但恩情不是无限套支的卡。听听，3个月你倒是算得清楚，我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你，你还跟我算日子？表姐跟了我3年，您连问都没问一声就把人辞了，面霜摔碎，您甚至没有说一句对不起。姨，真正的亲人不用把恩挂在嘴上当筹码。江晚不吃这套，你懂什么？他吃这套，你没看他刚才差点就软了，他就是嘴硬。你妈这招还没失灵过，再磨他几天，他就习惯了。婉婉出息了，住大房子开好车，我这当姨的看着也高兴。可我们娘俩在这儿，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一双拖鞋都不敢多拿。今天他弟就穿了双旧鞋出去，他就翻脸了，说那双鞋值好几万，我哪有几万块赔呀？他这是要逼死我呀！婉婉，你翠兰姨当年照顾你那么久，现在她落难了，你可不能没良心。有钱了就不认穷亲戚了是吧？你爸妈走得早，做人更不能忘本。婉婉，劝你一句，钱是挣不完的，做人留一线。婉婉，刚才群里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但你自己也得想想，你翠兰姨当年照顾你3个月，你爸妈才走得安心，这份恩情你不能忘。二舅，我没忘，但穿走3万块的鞋和恩情是2回事。你这孩子就是太认死理儿，一家人非得算那么清楚。你现在公司那么大，一双鞋算什么？二舅，如果王翠兰明天说我房子这么大，分她一间也应该，你觉得我该给吗？婉婉，你这话说的过分了，翠兰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了，二舅，晚安。报价不错，你家公司挺大。姨，哎呀，婉婉吓我一跳，我找个针线，以为放你书房抽屉里了。书房没有针线，姨，以后进我书房之前说一声。好，好，好，姨记住了。你看你跟自己姨这么客气。他还真敢在群里说这话。说啥了？说2周后帮我找房子，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给我下最后通牒呢。妈，那咱们怎么办？真搬啊？搬往哪儿搬？咱老家的房子早卖了，这房子这么大，他一个人住得完？妈，你有主意了？明天开始，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不是我们赖着不走，是他江晚欠我的，欠了我10几年，一套房子都不够还。喂，物业小李吗？我是江晚的姨。对，上次登记那个，我问一下，咱们小区开长期居住证明还需要啥材料？对，我想把保险地址也迁过来。对，今晚的晚宴7点半，我会准时到。陈总那边确认出席了吗？好的，邀请函我放在玄关了。如果有电话进来，麻烦转告对方我目前在出差，今晚的局不便。姨，我出差，明晚回来。
这邀请函放这儿，如果有座机打过来问晚宴的事，知道，你忙你的去，家里有姨在，你放心。任何关于我工作的事儿，不要替我接电话，不要替我回绝。晚上出去应酬，跟一帮男人喝酒，像什么话？江总吗？我是陈志明。今晚晚宴的座位我让人调了一下，想把您安排在主桌，和林峰资本的李总挨着。哎，你好，我不是婉婉，我是他姨。哦，您好，江总现在方便接电话吗？这孩子一早出差了，最近太累，人都瘦了一圈。我是他姨，从小带大他的。今晚那个什么晚宴，我做主替他回了。您是说江总今晚不参加了？女孩子家的，大晚上出去参加酒局不安全。我是过来人，懂这些。陈总，你也是男人，你说是不是？您是说今天的晚宴江总不参加了？我们婉婉女孩子家的，晚上就不出门了，以免有些心怀不轨的男人想些不该想的事儿。好的，我知道了，打扰了。陈总，抱歉，刚才在开会，出什么事了？江总，你要是对这次合作不感兴趣，可以直说，咱们以后还有机会。但是派家里长辈来挡人，是不是有点儿……什么长辈？陈总，我在出差，今晚的晚宴我本打算从外地赶过去。接电话的那个人，他没有资格替我拒绝任何事。林峰资本的林总今晚到处在找智能家居赛道的项目，他在晚宴上没等到你，已经和另一家创业公司聊上了。陈总，给我2周时间，我亲自去京都见林总。今晚的损失我会补回来，但这件事我不会让它再发生第2次。江总，小林，帮我查3件事。第一，智联未来这次晚宴，林峰资本有谁出席？我需要对方的完整背景。第二，替我订一张后天去京都的机票。第三，把我家里的门锁临时授权收回，恢复成只有我本人可以开启。明白。还有，订最早的航班回林州。林峰资本看起来挺有钱的。张律师，您上次提的那个防御方案，我需要提前启动了。对，不用等2周了。婉婉回来啦，姨正给你蒸豆沙包呢。你小时候最……姨，坐下，我们谈一谈。3月19日，我在外地出差，
这封邀请函放在玄关，陈志明陈总打电话来确认晚宴安排，是你接的。哦，那个电话，姨是怕你太累。你告诉他你不让我去，你替我拒绝了。婉婉，姨是为你好，女孩子大晚上出去喝酒，出了事谁负责？那场晚宴上有林峰资本的投资决策人，我错过了一个千万级的融资机会。姨，2周前你来的时候，我说的是暂住2周，今天时间到了。你这是要赶我走啊！我一把年纪了，你让我往哪儿去？爷，我提前3天通知你，会帮你找房子，但这里是我家，你们需要搬走。街坊邻居都来看看，看看我这个好外甥女发达了，住大房子，要把亲姨赶出去睡马路。我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她爸妈走得早，是我一口饭一口饭喂大的。现在她嫌我穷，嫌我碍眼。这不是江总吗？怎么了这是？老姐姐，你评评理！我在这儿住了还不到1个月，他今天就要把我赶出去，我的命好苦啊！王姐，您先起来，地上凉。老周，你是物业的，你给我作证，我是不是一直安安静静在这儿住着？我有没有惹过事儿？婉婉，姨求你了，你让姨再住一阵，等老家的房子弄好，姨马上走。姨，我们约定的是2周。昨天我看了物业记录，你2周前就把自己的地址迁到我家了，老家的房子你半年前就卖了。啊！怎么回事？姐要赶我们走。江婉，你有没有良心？我妈年纪这么大了，让她跪在这儿哭。你住着这么大的房子，连个亲戚都容不下。老周，王翠兰女士在物业登记的常住人口信息，麻烦这几天调出来，我会让律师来取。好的，江总。婉婉，姨不是那个意思，姨就是一时着急。行，一半还不行吗？你别动不动就找律师，一家人叫什么律师？3天后我会让人来帮忙搬家。妈，咱们就这么搬了？这房子咱不住了吗？他动真格的了。什么？他连律师都叫上了，不是以前那样说说而已。这个丫头是真打算翻脸。那怎么办？你之前不是说能让他把这房子分咱们一份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这房子咱们不能白住一场。他要赶我们走，那我们就得做2手准备。他以为3天后我们就消失了。妈，你确定那个东西真能管用？你就是那个林柱？叫我小林就行。听同事说您是江总表弟。对，江婉是我亲表姐，从小我们一块儿长大的。江总最近出差比较多，有什么事您可以先跟我说。我这儿有些东西，不知道你们公司用不用得上。什么东西？智能家居行业最新的市场报价，几家公司的底价都有。我姐书房里那些我都能看到。赵先生，这个我需要确认一下，您说的报价单是江总亲自经手的？您说的报价单是江总亲自经手的？那当然，我亲眼看着他打印的。林峰资本知道吧？那个融资项目的报价就在他桌上摆着。赵先生，这样，明天这个时间还是这儿，我带个人来跟你具体聊。行啊，不过林柱，事成之后，我知道规矩。江总，您有个自称表弟的人，这2天在接触我们销售部。
刚才我跟他约了明天见面，他说他能拿到报价底单，还提到了林峰资本的融资项目。录下来了吗？全程都有。好，明天继续，后续证据发我邮箱。婉婉忙完啦，姨给你炖了汤，在灶上温着呢。姨，今天有人来书房吗？没有啊，一整天都没人进去，怎么少东西啦？没少，就是问问。你这孩子神神叨叨的，是不是工作太累啦？快喝汤去。张律师，之前那个防御方案，我现在有新的材料要加进来。什么材料啊？我书房里的商业合同被人拍走外传了，录音、监控、门禁记录都有。江总，加上这个，案子就更清晰了。我建议明天开始，居住权纠纷、商业秘密泄失两条线可以同时推进。好，还有一件事，明天把我书房门禁授权改为仅我本人生物识别开启。婉婉，大早上坐这儿干嘛呢？姨，这个解释一下。哦，这个啊，姨想着既然暂住在你这儿，保险地址顺便迁过来，将来在林州看病方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保险关系绑定地址需要提供长期居住证明，你哪来的证明？物业那边说住够日子就能开，我就去问了一句。你开的是长期居住证明，不是暂住登记，对吗？你以户主家属身份登记了常住人口，你让邻居给你签字证明，你的保险绑在这个地址上。姨，这些事儿哪一件你跟我说过？我做个保险变更怎么了？我住在这儿，用这个地址不应该吗？你是怕我沾你的光？你什么时候查的？你什么时候查的？这个你不用管，我今天会去保险局帮您申请撤销地址变更。姨，暂住和常住不是一回事，让法律认定的事儿，不要让亲戚情分来定。江女士，系统显示王翠兰女士提交的地址变更申请附了一份物业盖章的居住证明，还有3位邻居签字的证明信。物业那份证明，物业已经出具了撤销函，这是撤销函的复印件。好的，那邻居的证明信您是否知情？我毫不知情。那3位邻居是哪几位？我需要知道名字。这3位，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在我家居住过，或者只是被要求签了字。如果可以的话，我申请保险局核查这3份证明的真实性。我帮您标记了，地址变更会在3个工作日内冻结，核实通过后撤销。张律师，保险那块稳住了，物业的撤销函我已经交了，保险会在3天内冻结变更。那就好。不过江总，今天上午我又查了一类直接说。即使保险地址被撤销，如果对方能拿出长期的物业登记、邻居证词以及在这个地址的日常生活记录，依然可能认定他拥有实际共同居住者身份。如果再加上一份伪证呢？什么伪证？收养协议，伪造的。江总，如果对方拿出那种东西，而您手里没有直接的反证，情况会非常棘手。如果有反证呢？那我们可以提前启动防御方案，主动申请对居住权的司法确认。好，材料我准备好了，明天去律所。妈，他今天去保险局了。去了，把物业证明给撤了。物业那个蠢货一下就怂，什么都招了。那咱们地址变更不就黄了吗？黄了就黄了，物业证明没了，邻居签字还在。再说了，明天我去复印堂，把这个多印几份，一份寄到社区，一份寄到法院。物业证明算什么？保险算什么？
这上面的字儿才最管用。妈，这上面签的字真的是江晚他爸的。法官大人，我照顾这个孩子10几年，这套房子本该有我的一份。你江晚再能干，能干得过这张纸吗？江总，这个证明确实是咱物业盖的章。什么时候盖的？谁申请的？他说他是您亲姨，从小把您带大的，现在年纪大了，跟您住，想办个常住登记，将来在林州看病方便。周经理，你们开长期居住证明的依据是什么？按规定需要户主本人签字确认。我签字了吗？王姐说您经常出差不方便，她代签就行。这房子是我个人单独所有，任何以亲属名义登记的常住信息都不属实。我今天不是来追究责任的，我需要3样东西。第一，这份证明的正式撤销函、盖公章一式3份。第二，所有以王翠兰名义在物业登记过的信息全部调出来打印盖章。第三，谁给他签过字、做过证，名单给我。江总，这是撤销函3份，这是王翠兰全部登记记录、常住人口登记表、访客登记，还有她上周申请的车位临时使用登记。这辆车不是我的，赵强也没有经过我同意使用我的车位。我马上撤销。江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上周有个男的50来岁来物业问王翠兰是不是在这儿住，我说是。他又问住了多久，我说快1个月了。他点点头就走了。长什么样子啊？穿个深色夹克，戴眼镜，挺斯文的。走的时候在门口拍了张照片。谢谢，如果再见到他，第一时间通知我。江总，小林，帮我留意一件事，最近有没有自称律师、法律工作者或者调查员的人在小区附近打听我的信息？物业那边已经有可疑的人来过。明白。需要通知保安加强门禁吗？暂时不用，但所有外来人员登记以后同步发我一份。好的。另外，赵强今天又约我了，我把时间定在明天下午3点。按原计划，注意安全。回来啦？今天去哪儿了？姨，刚才我去了一趟物业。姨，刚才我去了一趟物业。3月5日，你以实际抚养人身份登记了常住人口，4天后，物业给你开了长期居住证明，你知道吗？靠这份证明，你的保险地址变更才被受理。物业已经出了撤销函，登记信息全部作废。保险那边地址变更会在3天内冻结。婉婉，姨就是图个方便，看个病而已，你至于这么追着查追着撤吗？方便是借个地址收快递，常住人口是把保险、医保所有社会关系绑在这套房子里。姨，你不是不懂这里的区别。
婉婉，你是不是特别恨姨？姨，我不恨你，我只是不会再被你用小受堵住嘴了。妈，物业那边也黄了，咱们接下来怎么办？物业证明算什么？保险算什么？他江晚能把物业证明撤了，能把这张纸也撤了吗？这是他爸的名字，他爸的名字，他拿什么否认？妈，可他爸早就死了，死人不会说话，他一个活人还能说清楚30年前的事儿？喂，梁哥吗？对，我是翠兰。上次托你打听的那个事儿，对，就是那个做文件鉴定的，你帮我约一下，越快越好。收养关系一旦确认，别说物业证明，他江晚的房产证都要重新认定。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赵强的调查资料，这人叫赵强，自称江总表弟。过去1周，他在楼下接触过销售部2个人。今天下午3点，他又约了我。他手里的货是咱们公司给3家供应商的报价底单。底单他从哪儿弄的？江总家里，具体方式江总那边已经在处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他自己把证据送上门。小林，下午见面几点？3点，楼下咖啡厅，老位置。孙哥，你陪小林去，你的身份是有意向的采购商。明白。小林，录音笔带了吗2只，一只在身上，一只在手包里，手机也开着备用录音。好，结束后第一时间把录音发我邮箱，注意安全。如果他起疑，直接终止见面。林柱，这位是孙总，我上次跟你提过的，做集中采购的，下游渠道覆盖整个华东。孙志明，幸会。林柱，上次咱聊的事儿，你跟孙总说了？说了，孙总最近正在比价，如果你这边有合适的渠道。什么渠道？我的东西是独家，你外面打听不到。看到没？这是 A 类供应商的底价，外面谁拿得到？这是最近更新的。当然，我有更新的。我姐书房里隔几天就有新报价，我随时能看到。赵先生，那你怎么收费？简单，你们签下一家，给我5个点，现金。5个点儿不算高，不过我得确认一下，你能稳定供货吗？不是一次性的那种。放心，我姐那公司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我长期住她家，你知道吧？林州天蓝府大平层，她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那行，赵先生，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具体细节我回去跟孙总商量一下，改天再约。孙总，说实话，我姐那人太较真儿，跟她做生意没得赚，跟我做咱们都好。他刚才说长期住他家，还说想赶他走没那么容易。最后那句话，想告他侵占都够了。长期住他家，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江总，材料整理的怎么样了？
正在做。赵强这边商业间谍的证据链基本完整了，录音、翻拍文件、照片、时间线都有。好，那居住权这条线，物业那边有进展吗？物业撤销函拿到了，登记全部作废。但老周说，最近有可疑的人在小区打听王翠兰是不是住这儿。50来岁，穿深色夹克，戴眼镜，像是有人在做诉前调查。他们已经在准备告我了。那我们就先动。江总，明天下午你带着材料来律所，我们把所有东西整理成证据册，居住权一条线，商业鉴别一条线，然后启动司法确认申请。好。这个帮我再复印5份，要清晰，颜色要跟原版一样。梁哥，对，前天跟您说的那个鉴定的事儿，对，老纸账签名的笔迹鉴定，您那边最快多久能出？好，那我就等您消息。这东西一鉴定，我就拿回我应得的。婉婉，这么早就出门啊？去律所。去律所干嘛？公司的事儿。去律所干嘛？公司的事儿。二嫂，他出去了，你们过来吧。对，现在就来，密码我发你。哎，来，先婉婉。翠兰，这房子真大，这客厅赶上咱老家3间房的面积了。大有什么用？他一个人住，来，随便坐，别见外。冰箱里东西真全，翠兰，这些我们都能用吧？用，尽管用，自家人客气什么？翠兰，这房子以后就归你了吧？什么归不归的，先住着。就是，翠兰在这住着，就是半个主人了。翠兰，哪间是主卧？我看看。哎呦，这么多衣服，这件真好看。这化妆品真多。这瓶是什么？都是钱烧的，1个月工资不够他买这些。这得多少钱啊？翠兰，你住这间，我住客房。你住客房？你是他姨，你养他那么多年。对呀，这主卧本来就该是你的。就是大了点儿，挺舒服的。
物业撤销函、社保冻结回甘、门锁密码被改的日志，这条线很清晰。商业鉴别这条线也够用了。赵强的录音里说，长期住他家，想赶他走没那么容易。这句话恶意侵占的意图很明显。我今天来之前，家里又进了6个人。江总，这些材料足够我们申请司法确认了，但接下来的关键是，如果他们真的拿出那份收养协议，您手里的反证必须足够硬。U 盘里是我父亲的录音、日记扫描件、银行转账凭证扫描件，原件都在我手里。江总，您父亲这笔记录、抚养费、汇款凭证、接回家的日期，每一条都能直接否定收养关系。我知道。那我们现在可以启动了。第一步，司法确认申请，确认您对房屋的单独所有权，确认王翠兰无合法居住权。第二步，等他拿出伪证的时候，申请法院做文件真伪鉴定。您签字，我们下午就递交。又是这畜生，掉1碗多毛。喂，是临漳流浪动物收容算吗？对，我在天蓝府7栋1201，这里有一只猫没人要了，你们来收一下。就是那种长毛白猫，家里人对猫毛过敏，养不了了。你们尽量今天来，越快越好。这里有一只猫，没人要了，你们来收一下。您好，是您这边打电话说有一只猫需要收容。对对，就在里面，长毛的白猫，没人要了，你们赶紧弄走。干嘛呢这是？把这猫弄走。你姐不是稀罕这畜生吗？我看没了猫，她心疼不心疼？女士，这猫看着不像是流浪猫，应该是有人养的。我是他姨，我说了算。这猫掉毛，我过敏，不能留。听我妈的，赶紧抓走！废什么话？门我已经锁了。江婉，你在哪儿？王翠兰女士，你对猫毛过敏是吗？我家的监测系统有30天完整记录，花粉、陈美、宠物皮质全部正常，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过敏。我说过敏就是过敏，你装几个机器就能证明我没过敏？这只猫叫年糕，有芯片、疫苗记录和购买凭证。它是私有财产，任何人无权代理。明白了，江女士，我们没有带走这只猫，也不会带走。谢谢。门会在5分钟后解锁，届时你们可以离开。给你们添麻烦了。张律师，刚才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王翠兰叫了收容所，试图把猫送走。他动你的猫了？没成，我在远程拦住了，监控数据、到场记录我全部保存了。好，这段证据加进去。江总，申请书今天下午已经递交法院了，预计3个工作日内会受理。受理之后呢？法院会通知王翠兰，她收到通知的那一刻，就知道这套房子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了。密码被改了，哼。婉婉，你不是说明天回来吗？姨，这件睡袍是我的，我睡衣洗了没干，就借穿一下。你这么大个人了，
不会跟姨计较一件衣服吧？今天我不在家，家里进来多少人？就二嫂和三姑来坐了一会儿，聊聊天而已。那家里人来看看我怎么了？二嫂和三姑2个人需要5双拖鞋，茶几上3个酒杯，哪一个是你的？门锁密码是谁改的？爷，我给你临时访客权限，是让你出入方便，不是让你趁我不在改了密码，叫外人来占我的家。占你的家？嘉文，你说这话凭良心了吗？你小时候没家，是谁给了你个家？现在你大了，我来住几天就成了占你的家了。姐，大半夜的你干嘛？刚才的对话，包括你们的反应，我都录下来。现在回你们自己的房间，把睡婆换下来还给我。明天一早，我要看到这间客厅恢复原样。江总，法院那边下午发了受理回执，司法确认申请正式立案，案号已经出来了。多久会通知被告？明天，法院明天会向王翠兰女士送达受理通知书，文书上会明确告知本案争议房产的权利人为江婉，王翠兰无权主张任何居住权。张律师，他收到通知后会怎么做？按常规会有2种反应：第一，慌了，开始求情；第二，急了，把那份伪证拿出来，当做对抗证据提交给法院。他拿出来之后呢？那就是我们等的。他只要向法院提交那份协议，我们立刻启动文件真伪鉴定申请。同时，你手里的反证材料、录音日记、银行转账，可以直接作为鉴定比对样本和使用证据。张律师，反正我早就准备好了，他拿出来我们就封死他。那就这样，明天法院送达，您不用在场，您该做什么做什么。婉婉，你翠兰姨叫我们来跟你谈谈。谈谈？好，那咱们就好好谈谈。这孩子大早上板着脸，也不知道谁惹他了。姨，你说暂住2周，今天是你住进来的第26天。婉婉，你又说这个？你说你在这家里安安静静住着，只是帮我打理生活。你说你是我的亲姨，我的实际抚养者，对吗？难道不是吗？你小时候谁照顾的你？谁给你做的饭？你现在想不认了？就是。这是。这是我书房里的商业合同，他拍了下来，给了他儿子。他儿子赵强拿着这些去接触我的客户，索要回扣。亲姨从小爸妈走得早，我就是他妈。亲姨从小带大，就是他妈。你在家里装监控，你连你姨都监控，你这是侵犯隐私，我可以告你。这是我家，这是我的书房。你在我的家里，在我的书房里偷拍我的文件，你要告我什么？这双鞋市场价3万。够了，嘉婉，你够了！我是你姨，我做这些是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把这屋子弄得跟监狱一样，到处都是摄像头。为了我好，为了我好，所以你趁我出差改了我家密码，叫了6个人闯进来。为了我好，所以你把我书房里的商业文件偷拍出去卖钱。为了我好，所以你打算把我的猫送走，把我的保险、房产绑到你名下。姨，你连你自己都骗不了。翠兰，你之前跟我们说的不是这样。你说江婉欠你的，你说这房子该有你一份儿。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们听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是你们的亲戚，他是个外人。翠兰，别说了。翠兰，别说了。赵强，你的事还没说完，先别走。
这份东西你打算拿来证明你是我的实际抚养人，对吗？我父亲的录音，我父亲的日记，1994年银行转账记录的存根，我全部保存了。这件事交给法院做文件鉴定。翠兰，你以后别给我们打电话了。姨，法院的受理通知书今天会送到，司法确认这套房子和你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文件鉴定，文件鉴定，东西收好了没有？那张纸他查不着的那张。江总，请进。婉婉，这位是王翠兰女士，我是江婉女士的委托律师张明，今天向您送达律师函，并就函件内容作出说明。第一，您与在江婉女士约定的暂住期限为2周，截止3月19日已届满，目前您已逾期居住8天，且无任何合法居住意义。我是他姨，我住我外甥女家，还要什么依据？第二，您在3月21日未经户主同意，私自更换门锁密码，已构成对他人住宅的非法控制。那是他不在家，我进出不方便。第三，您以不实信息向物业申请长期居住证明，并将保险关系绑定至江婉女士住所地址，该行为已涉嫌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行政登记。第四，现您及赵强先生于本函送达之日起72小时内搬离本址，逾期不搬，委托人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女士，上述内容均已列明在函件中，您有权委托律师，有权向法院提出异议，但请您注意，72小时的起算时间从此刻开始。吓唬谁呢？我养他10几年，他爸妈死的时候是谁把他抱回家的？他发高烧是谁守了一整夜？现在他住大房子了，找个律师来吓我。王女士，您所说的养他10几年，在法律上需要有证据支持。目前江婉女士方持有的证据是1994年其父江建国先生向您支付3个月抚养费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江建国先生日记中关于3月切满接回的明确记载。如果您主张的抚养关系属实，请准备好相关证据，可以在法庭上提交，法院会依法审查。妈别怕，他们就是吓唬人，亲戚之间的事儿，法院管不着。赵先生，您过往2周接触江婉女士公司客户的行为已构成商业间谍嫌疑，相关录音、录像、证人证词已全部归档。这件事儿不是亲戚之间的问题。江总，函件已送达，下一步按原计划推进。江总，那个收养协议的风险，明天您来所里，我需要和您单独谈。妈，那个律师说的是真的，他们有录音，有录像。妈，你说话呀！他们手里到底有多少东西？够了！他有证据，我们就没有吗？明天你跑一趟，找那个梁叔，我联系好的，让他把这张纸上的签名鉴定成真的。妈，这能行吗？人家鉴定机构又不是咱家开的。你梁叔说了，只要纸是真的，墨是老的，签字像，就能出倾向性意见。法院认的就是这个。江总，明天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伪证那条线，他现在手里有那份协议，迟早会拿出来。我们必须在程序上抢在他前面。抢在他前面？怎么抢？司法确认申请已经立案，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如果他提交那份协议作为对抗证据，我们可以立即启动文件真伪鉴定。但更好的结果是，在他提交之前，我们先以涉嫌伪造证据为由，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法院提前锁定那份协议原件，直接送鉴定机构。那就是说，在他拿出来之前，我们先动手。
但这需要您手上有足够强的反证，让法院相信那份协议有重大伪造嫌疑。您手里的录音、日记、银行记录，够不够形成完整的反证线条？够。那明天上午9点，您带着所有反证材料的原件来律所，我们启动证据保全申请。梁哥，鉴定的事儿，我这边材料都准备好了，明天让我儿子送过去。对，就是那份。便宜一点，上次不是说好了2000吗？怎么又好？3000就3000，但我有个条件，鉴定意见上必须写笔迹一致。妈，成了。你梁叔说，只要纸和墨都是老的，笔迹可以往一致上靠，但要是法院拿去复核，他不管。复核？等我拿出这份鉴定意见，他江晚就得先证明它是假的。等他证明了，法院的案子早结了。你不是有律师吗？你不是有监控吗？我倒要看看，是你那些机器说得清楚，还是我这张纸说得清楚。各位邻居，我外甥女江晚，她今天叫了律师来，限我3天之内搬走。她爸妈走得早，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现在她出息了，嫌我碍眼了，让我60岁的人去睡马路。业主群看到了，别在群里回复，把澄清材料发我，我起草正式声明，先发事实，再谈法律。妈，全站咱们这边。这些人又不认识他江晚，一个老人被欺负的故事最容易让人同情。一个老人被欺负的故事最容易让人同情。他不是有监控吗？不是有律师吗？群里400多个人，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一个一个解释。妈，那个梁叔明天几点见？上午10点。你把那份鉴定申请带上。姨，我在业主群发了一份澄清说明，所有你昨晚在群里说的内容，逐条附了证据，你可以自己看。你发了什么？妈，怎么了？姨，你在群里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留了证据。昨天晚上我没有回复，因为我在整理证据。你昨晚一直在看着，一条都没有漏。你够恨着他们骂你，你一声不吭就是为了今天？不是为了今天，是为了让所有人看到你在群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对应着证据。妈，二舅把那份澄清文件转到家族群了，他说他替江晚作证，说他当年亲眼看到江建国付了抚养费。兄弟姐妹们本来不想拿出来，但江晚叫了律师要赶我走，我只能让大家看看我养了他10几年，现在他翻脸不认人。不是我要争什么，是他逼我的，法院传票都寄到家里了。翠兰，这上面真是江建国的签名？是，你们看看这纸，这颜色，30年了还能是假的？二哥，你不是说帮江晚作证吗？你说当年建国付了抚养费，那这协议又是怎么回事？张律师，他发了，在家族群。好，你保存截图了吗？正在保存，签名和指印都拍得很清楚。他自己发的这张照片就是第一份公开使用的证据。反证材料，我父亲的录音、日记、银行转账已经全部备齐。很好，江总，他放在家族群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他会不会把这份东西正式提交给法院？他会，他没别的牌了。那我们就等他出完最后一张牌，法院见。妈，你真发上去了？二舅还没回话，三姑在问签名是不是真的？让他们问，问的越多越好。这张纸的照片，现在群里30多个人都看见了。妈，万一法院真正拿去，你梁叔答应加急了，明天上午你把材料送过去。鉴定意见一出，江晚的律师再厉害，也得先推翻这份鉴定。二哥，你是家里最公道的，
协议就在这儿，白纸黑字，还有建国的签字和指印。你让大家看看，我是不是在讹他？婉婉，你叫我们来是有话说？二舅、三姑、表舅，今天请大家来是因为姨在家族看发了一份协议，他说那上面是我爸的签名，我爸走了20多年，他的字迹，他的声音，我做女儿的应该替他说话。你还能让死人开口不成？能。你还能让死人开口不成？能。翠兰，这3个月辛苦你了，抚养费我已经汇到你账户了，你查收一下。婉婉这孩子要强，心思重，你多担待。3个月后我一定接她回来，她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钱已汇，共计1200元整。翠兰，这笔钱你收好，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你帮我3个月，我不能让你白辛苦。这是银行转账凭证，和录音里我爸说的金额、时间都对得上。翠兰，建国说得很清楚，3个月，付了钱的3个月。录音能说明什么？他随便找个人录一段，就能冒充建国？这份音频我已经送专业机构做过声纹鉴定，鉴定结论：录音中的男生与江建国先生在单位留存的会议发言录音声纹一致。鉴定结论：录音中的男生与江建国先生在单位留存的会议发言录音声纹一致。我爸付了1200块钱，托姨照顾我3个月。1994年11月20日，他把我接回了家。那天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我爸在这页写给我的婉婉：爸爸希望你长大学会分辨，恩是情分，不可忘；债是算计，不可让。姨照顾我3个月，我爸付了钱。3个月里，他给过我一口热饭，守过我一次发烧，那是恩，这恩我认。所以姨找上门说没地方住，我开了门。但恩不是债，不是过了30年还要我来还的债。录音里建国说的清清楚楚，3个月，付了钱的3个月。我们王家的人不能拿着人家付了钱的事儿说成养了10几年。这个字，建国的字我认识，他写字有个习惯，最后一笔总是往上挑，这个签名笔锋是往下拖的。翠兰，你连死人的字都伪造。你这些东西为什么早不拿出来？因为我在等你自己拿出来。如果你今天没有把那张纸摆在茶几上，这些录音、日记、转账记录我会一直留着，但不会在亲戚面前放，是你自己要当众对视的。我只是应了你的要求。梁哥，鉴定的事儿还做不做？价钱，我明天亲自送过去。赔偿金额怎么定？直接损失，赵强接触的3家供应商中，有1家因报价泄露被竞争对手压价，重新谈判导致利润下降约80万。商誉损失，按行业惯例，合计索赔120万。他赔得起吗？这个另说，诉讼本身的目的也不只是赔钱，不是要让他赔钱，要让他知道，有些东西拿了就要付出代价。同时申请冻结赵强名下关联账户，一旦法院受理，他的银行账户、支付账户都会被限制。他名下没钱，但冻结本身就是压力。赵强，有件事需要你知道，今天律师正式起草了民事诉状，索赔金额120万。同时申请冻结你的关联账户。120万！恶意侵犯商业秘密造成的损失远不止这些。你是真要告我？这是和解协议草案。你接受以下条件：公开道歉，分期赔偿直接算，3年内不从事智能教具行业，
律师会撤回120万的诉讼，转为和解备案。选择权在你。3年不能干这行，我连找什么工作都不知道。我妈做错的事儿，我做错的事儿，我们忍忍。条件是，别再告我妈了。他伪造协议的事也进入法定程序，不由我个人决定。但你的和解条件今天可以签。和解协议，赵强如果明天签，我们后天去法院做备案，120万的诉状转为30万的分期赔偿，加上3年禁业限制，这比单纯的诉讼判决对行业更有约束力。公告平台那边呢？道歉信已签，按行业惯例会在协会内部通报。赵强这个名字，以后在智能家居这个圈子里，不会有人再用了。那就这样。赵强先生在吗？法院专有，需要本人签收。我就是。他不是说要和解吗？怎么还寄传票？妈，我账户被冻结了。什么？他耍你！嘴上说和解，背地里早就递了状子。妈，他递状子的时候，我还什么条件都没答应。是我自己昨晚签的和解协议，今天上午去律所签的。协议上写了，我签完字他去撤诉，传票是签字之前寄出来的，今天刚到。传票今天上午应该到了，保全裁定也一并送达。收到了，赵强刚才把签好的和解协议拍照发我了。那就按约定流程。他今天把首期赔偿款付了，我明天去法院撤诉，保全冻结也会同步解除。不过，江总，传票和保全裁定的威慑力已经发挥作用了。他签了和解协议，付了首期，接受了3年禁业，这比诉讼判决的效果更彻底。协议里约定的30万分期，首期付了吗？刚才查了，到账了。3万块分10期，这是第1期。那就按和解协议执行，明天撤诉。但是如果他有任何一期逾期，和解协议自动失效，恢复诉讼。协议里都写清楚了，赵强签的时候手在抖，但字写的挺认真。不是因为怕我，是因为他终于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他理所当然该拿的。妈，我首期赔了3万，我的钱我以前攒的，加上跟工友借了点儿，我签了3年不干这行的协议，以后找工作跟智能家居不沾边就行了，工地也行，送快递也行。你总说别人对不起你，江晚他爸付了你1200块，你说没收；江晚给你开了门，你说他欠你；姥姥留给你镯子，你当掉也说是丢了。妈，被骗的最久的那个人是我。姐，首期我付了，以后的分期我会按时还。行业公告平台的登录信息，你签的道歉信，按协议要由你自己发布在平台上。姐，那3个月里他背你去看病，那件事是真的。我不是替他开脱，我就是想说，他那3个月里，可能也真的对你好过，后来变了。江婉女士吗？我是林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员，今天来送达强制搬离执行通知。根据受理的江婉树、王翠兰返回原照纠正议案，应于裁定生效后3日内搬离本址。今天是第3日，如不自行搬离，法院将强制清退，清退费由被执人承担，会从您的个人财产中直接划扣。我们已经在搬了，今天就搬完。我们将于明日上午9点回来核实。如果届时已搬离，执行程序终止；如果未搬离，我们带搬家公司一起过来。你问他能不能再宽限2天？妈，法院只说今天搬，没说几点。清退费用由被执人承担，你知道清退费用是多少吗？搬
搬家公司的车仓储费、人工费少说7、8千。我们东西不多，我叫了下午的货车搬去城中村那个单间，我前天看好的，房租便宜，押1付1。单间，巴掌大的地方。妈，传票冻结清退，法院让我们走，我们现在不走，明天警察和搬家工作在门口等着，那个场面更难看。姐说了不赶我们，明天搬也行，但法院的人明天上午来核实，今天走和明天走，我们自己选。姨，这里面是老家中介的联系方式。城中村那个房子如果不合适，可以让他帮你们另外找。姐，这是下个月的赔偿款，我先还着。姐，这是下个月的赔偿款，我先还着。爸，结束了。一天都不让我多住，一天都不给。妈，吃饭。明天我去工地，晚上可能晚回来。他把我们赶出来，他住着大房子，我们在这种地方挤着。妈，是我们自己搬出来的，法院通知写的清清楚楚。他那个门我以前知道密码，摄像头是联网的，得先断了他的电。妈，你想干什么？你不用管。妈，我签了和解协议，赔了钱，到了检察院的程序刚走完，你现在再去惹事儿，我那些协议全都白签了。你就知道你自己，你妈被人当众赶出来，你帮谁说话？我是7栋1201江晚，我家正门现在被人破坏，有人在喷漆，可能还会砸门。监控拍到了，请立刻派保安上来，同步报警。我是林州市滨开区天蓝府7栋1201业主江晚。有人正在砸我家大门，人赃俱在，我已经通过物业同步报警，请尽快出警。我在室内，目前安全。住手！干什么呢？王姐，你不是搬走了吗？叫江晚出来，让他当面跟我说，让他把房子还给我。刚才的报警谁报的？我报的，砸门的经过全程被备用摄像头录下来了，物业的楼道监控也有。这位是我的表姨，今天下午刚由法院执行清退，现在回来毁坏我的私人财物。你在里面，你一直在里面，你一直在里面。这是我家，我当然在里面。你砸门的时候，我在里面打报警电话，顺便等着你砸完。你躲着，你像小时候一样躲着，你以为你赢了吗？真得花不少钱修。修理费的事儿让物价局物价，先回所里做笔录。故意毁坏他人财产，喷漆砸锁，金额核出来再定，但程序现在就得走，麻烦跟我们走一趟。我养过你，你把我送进去，你睡得好觉吗？你照顾我3个月，我感激，但你毁坏的是你自己儿子的未来。他已经签了和解协议，赔了钱，道了歉，他明天还要上工地。江总，门上的漆，明天我找保洁来看看，看用什么溶剂能洗掉。好，报警记录和监控视频我已经备份。
你可以打一个电话通知家属。妈，这么晚了。强子，妈在派出所。你又干了什么？你来一趟。姐，他砸了什么东西？门板被大剂喷漆破坏，电子锁完全砸碎，密码面板与摄像头模块损毁，强力胶渗入锁芯内部，加上楼道消防报警器被他砸烂，物业和门锁公司的估价，全额修复费用在18000元到24000元之间。我付工地结的第一笔工钱，先还他这次的债。姐，情况会怎么样？监控完整，人赃并获，全额损失超过数额较大的标准。如果他愿意认罚赔偿，争取行政处罚；如果走刑事，故意毁坏财物，3年以下。你砸门的时候，他就在里面。他如果出来，你那锤子是不是要砸他头上？你这和杀人未遂罪有什么区别？故意毁坏财物，金额核出来。如果物业和门锁公司的估价单都齐了，建议先走行政法处拘留。金额过线，刑事也不是不能启动。关键是证据太硬，监控从头拍到尾。他现在唯一的出路是认罪认罚，主动赔偿，争取受害人谅解。谅解书我不出，不是为我自己。他这把年纪，如果这次又是道歉就了事，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越过了什么线。让他关几天，对他不是坏事。如果这次又是道歉就了事，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越过了什么线。让他关几天，对他不是坏事。那我建议赵强把全额赔款付清之后，我们以此为依据，帮他争取最轻的行政治安处罚，既让他承担后果，又不至于完全打碎赵强的未来。赵强是吧？你母亲昨晚的行为已经录了完整口供，故意毁坏财物，金额核出来是18600元，够得上数额较大，现在要走处罚程序。会判多久？如果走行政拘留，10日以上15日以下加罚款；如果走刑事，故意毁坏财物，数额较大是3年以下，看受害人是否出具谅解书。我能见他吗？追究费一共18600，我刚去物业核过，门上的漆能洗，锁要整个换，消防报警器也要赔。强子，妈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咽不下什么？他爸付了钱，你收了，法院判了，我们搬了。我在网上跟全行业的人道歉，账户刚解冻。我明天还有趟工地的活，迟到扣半天工钱。看见没？18600，我上个月在工地干了29天，挣了6300。你这一晚上砸掉了我3个月的工钱。江晚那边不出谅解书，他不松口。就凭你半夜去砸人家门，就凭你连死人的签名都伪造，就凭我们搬出来法院还没过1个晚上，你拎着锤子就回去了，你让我怎么听你说话？我以前帮你说话，每一次他收留我们，你说他欠你；他让你搬走，你说他白眼狼。你伪造协议，我帮你跑腿；你去砸门，你自己去的，我睡得像死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你永远在说别人对不起你，但你做了件什么事儿是别人对得起你的吗？15天也好，关多久也好，你自己受，违制费我还。这是最后一次。妈，这是我最后一次替你扛。等把你送进去，我也该走了。张亮，我错了，妈不该啊！姐，维修费我先付了8000，剩下的分期跟赔偿款一起还。物业说明天开始修门，白天的噪音可能会影响邻居，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姐，他的行政证拘留出来了，12天，罚款500。
我知道你不谅解，我也不求你谅解，我就是想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我会把他的备用门禁卡、他偷留的钥匙全收了。他以后住在城中村，我会看住他。如果他再来骚扰你，你该报警报警，别留情。你打算接下来干什么？工地先干着，还完债攒点钱，换个城市。智能压家具那行，我3年签了不进就真不进了。说话算话，那3个供应商的底价以后不会再有，我自己的身份证挂在协会黑名单里。你以后谈生意不用担心有人背后兜你的底，我说的。你已经还了3期，后面还有7期，不逾期的话，协议照旧。赵强，你问过我为什么早不拿出录音，我没回答你。现在告诉你，因为我不想替你妈做她该做的事，承认错误，面对后果，这些是你自己做的。行政拘留12天，金额镇定书已入卷，案子结了，所有法律程序全部终了。好的。留一道，不用填。江总，这个能补的，就是有点麻烦。不用补，让他留着。伤疤不怕丑，怕的是假装没伤过。江总，下周京都出差，林总那边确认了。还有赵强的道歉信在协会平台挂了24小时，浏览量破2万，行业内的人都知道了。地方，他是否想象出是不是自己这么的绿萝我自己换，新的盆，新的土。